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到底怎么念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嘿嘿嘿，我是 Jerr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上一集的影片呢，我给大家分享了我申请的初衷，我如何选校，我如何准备，还有最后录取的结果。还没有看过的人，记得去看这里哦。这集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撰写好 SOP 读书计划，或者是 Personal Statement， 以及推荐信呢如何跟推荐人沟通，让他们把学校要的重点都写进去。履历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容？我还记得人生第一次搞备审资料应该是高中升大学，在申请台大农经系的时候，我做了一本很 fancy 的备审资料，图文并茂的把我自己给自我介绍了一遍，但是最后被取第5名，到正备取放榜之后只取到被取第3，后来指考我就去了交大。再来第2次申请台大研究所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客制化的重要性，针对不同科系，针对不同专业，你应该提出不同的见解。我当时候申请了台大商研所、国际所、财经所、快研所、公共所、资管所，我录取了5间研究所。所以当时候为了达到客制化，但又不要花太多时间，我用了同一个主题包装，比如说我用了一样的风格，一样的备审资料的排版。当时我以绿色永续作为我的主题，所以我用一样的主题，但是在给不同研究所的读书计划，我就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像是绿色企业、绿色经济、绿色会计、碳权、绿色供应链。所以高中毕业那年，我申请台大农经系，如果可以再重来一次的话，我应该会好好客制化我当时候的备审资料。而这次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其实侦查非常久。2016年的时候，我申请过欧洲的学校，所以想要偷懒，基于上次申请欧洲的改就好了。但是之前欧洲的读书计划主要还是偏向于创业这一部分。等我后来到苹果工作了4年，在苹果的 planning 过程当中，发现了某一些地方还有待加强。这些我看到的机会点是比较不一样的方向。所以想清楚之后，还是决定重新写过。而这些规定需要提交的材料，重点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把你高度相关经验的亮点，有诚意的、有艺术的分配在不同的地方给他们看到。让我们开始吧。读书计划 Statement of Purpose。通常会有篇幅限制，1页或2页，500字或1000字，有3个方向要着重：调研、论证，还有校稿。在调研的部分，第一点，你必须去研究它的课程内容，细到它提供了什么样的主修、什么样的模组、什么样的选修，你都要知道。它可能会分不同的 track， 你可能学了某一个主修或者是选修的组合，你就可以拿到某个 track 的证书。不同的组合也代表了你不同的研究方向，这些都是你在他们的系网页可以查得到的。第二个调研的方向呢，你要去看一下他们系级、院级或者是校级的专案、研究室、实验室、实习或者是竞赛的机会，因为这些都是帮助你学习达到你 SOP 里面所讲的你的研究动机、你的目的的一些资源。而这些东西呢，在他们系网页、院级的网页或者是校级的网页，或者甚至你就是把学校的名字加上关键字打在 Google 上，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上的时候我想查一下 Stanford 有没有提供一些孵化器或者是创新育成中心，我就打了 Stanford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Innovation Center， 其实这样子的关键字组合通常都可以找到很多资源，你就会知道原来学校、院级或者是系级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单位，其实这些资讯都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这间学校有可以提供给你什么样的资源。第3个调研方向，你可以去看一下校友或者是系友的连接网络资源，像是企业参访啊，会不会定期举办演讲、研讨会，或者是有一些合作，通常在系网页可以找得到一些资料。以上3点，如果你做好调研的话，都是可以在你写 SOP 的时候帮助你去展现你的诚意的。因为如果你可以写到这些东西，就代表你事前做足了功课。学校很怕的是学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就误认为学校可以提供什么。如果你在你的 SOP 里面可以展现这些的话，那就代表你的诚意十足，而且你做过调研，清楚知道学校可以提供什么，更加强了学校去录取你的力道。第4点呢，包括在地的校外资源跟环境，比如说你是航空、太空专业领域的同学们，如果你选择德州的学校的话，你其实可以在 SOP 里面去讲说德州的环境是怎么样，可能有 NASA 啊，那一些校外的资源跟连接会比较强烈。或者对于金融领域的同学们，如果你选择纽约的学校的话，你可以在你的 SOP 里面去强调纽约是一个金融中心，有非
非常多资源跟企业。第5个方向，你可以去联系系友或校友，透过他们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系上的教授们都偏好什么样的学生，喜欢做什么样的研究。那你可以尽量去想一想你自己想要做的研究方向或者是兴趣有没有符合这个系上的教授们所期待的。有些系在招生的期间会组织一些 webinar， 让对这个系有兴趣的同学们都可以来听。那通常也会安排一些校友系友来分享，其实都可以去问问题啊，或者甚至是那些系就直接提供校友的联系方式，或者是你可以加他们的 LinkedIn 去问他们问题。第6点呢，也是还蛮重要的一点，你除了调研对方的学校，其实你要好好的调研自己，去清楚了解自己的初衷是什么，你的读书动机到底是什么，你想要透过这个 program 得到什么样的发展，好好检视自己的履历跟理想是什么。这样子你在写 SOP 的时候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给出来，有没有切中对方学校所需要的。在论证的部分，你一定要去提到为什么你想要进一步深造呢？如果不透过读这个 program 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自己透过一些线下资源就可以达到一样的目的呢？那为什么是这个专业？为什么是这个学校？还有一点是透过 SOP 让学校了解你这个人，以及在你的 SOP 里面最好去植入一个可以让学校录取你的钩子。比如说你从观察他们的系网页就可以得知这个系非常注重每一届毕业校友的就职率，还有多少比例的校友是到大公司工作的比例，你就知道这个科系非常看重这些数字。比如说我今天在 Amazon 工作，然后我辞职去读书，读了这个 program， 我会写我毕业之后希望回到 Amazon 工作，把我在这个 program 所学的一切应用在我的工作当中，帮助 Amazon 它可以达到供应链上的流程改善。其实你就在给学校释放一个 message， 如果你录取了我就可以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帮你贡献一个去 Amazon 工作的统计人头。又或者是说我知道 Amazon 它很渴望有一些产学合作，那你就可以说当你回到 Amazon 工作的时候，你身为一个系友，你必当发挥舍我其谁的精神，去当那个介于 Amazon 跟 MIT 中间的桥梁，牵起产学合作的机会。这些都有可能是学校蛮现实的考量之一的。第3个部分呢，你一定要找人帮你润稿，分别是母语人士、学术人士或者是文笔好的人。母语人士呢，他可以帮你看文法正不正确，语气通不通顺。学术人士呢，他可以帮你去看一下你想要学到的东西，在你完成了这个硕士 program 之后，能不能帮助你去达到你想达到的。比如说我不确定，如果我在学校学了 machine learning optimization theory， 我能不能帮助我在 demand planning 去达到更精确的需求预测。我那时候就先写好了，然后请我资工系的朋友们帮忙看，他们甚至在跟我讨论的中间还帮我安插了几个专有名词，让我的 SOP 看起来更有专业，也看起来像是已经对这个领域有初步了解的一个人。建议你再找一个文笔好的人帮忙看一下，这个文笔好的人不一定要是英文，也可以是中文。这类朋友们，我们期待他们能够提供一些比较软性、比较感性的一些建议，像是他们可能会去看一下这个通篇有没有文眼，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火花，能够让阅听者看完你的 SOP 之后有一些 take away， 有一些记忆点，让他们知道哦你就是谁，让他们印象深刻。做过调研之后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对方能提供什么，自己有什么，自己又能提供什么，才能从过去的经验跟成果当中去省去那些不需要的，去最大化他们最需要的，并且透过调研跟客制化来展现你的诚意，也说明你有做功课。推荐信准备要点呢，第1点，你一定要找认识你、够了解你、跟你有共事经验的上司或者是教授。与其你透过攀关系去找到一个大学校长帮你写推荐信，但是他不认识你，不如你去找一个跟你有合作经验的上司。如果你能找到总统或者是外交部长帮你写推荐信，推荐人通常日理万机，很忙，他们通常会请你先拟好稿，或者是你在拜托他们帮忙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主动 propose 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草拟给他们参考。如果你的推荐人他不需要你帮忙草拟的话，你也要帮他列点，提醒他们你希望在他的推荐信当中去提到你什么样的经验。第3点，你要注意学校的一些确切问题，有些系甚至不会在他的申请规则当中跟你说他会有一些确切问题，直到你的推荐人他登录了推荐系统，他才会在他的界面看到一些确切问题。如果说他需要帮忙你草拟的话，他可以把那些问题 pass 给你，你可以用那些问题去试着帮他草拟。第4点，你要给推荐人多一点时间修改上传，在其中呢，请他们去按照自己的语气去帮你修顺。第5点呢，是我当初也利用了这个表呢，整理了我全部需要我推荐人帮忙写推荐信的科系，他自己也方便去做检查，以免搞错还要推荐的一个对象。相对于读书计划比较多在写你的读书动机，以及在论证为什么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是对方学校所可以提供给你的，而推荐信多了一些你的特质、你的能力。学校试图透过推荐人的推荐信去交叉比
比对你的读书计划合不合理。所以草拟的时候几个要点要注意，你在读书计划所稍微提到过的亮点，可以借由推荐人的口在推荐信里面加以详述，达到一个以客观角度去佐证的一个效果。再来的话，读书计划里面提到的一些亮点的特质或能力，你可以借由推荐人去举其他你在读书计划里面没有提到过的例子，用他的角度，用不同的例子去再印证你真的是有这些特质或能力的。也要注意一下不同推荐人之间的陈述不能有矛盾，但可以尽量讲不同面向的你，而且要确保这些面向都是跟这个学校所想要录取的学生典型是有相关的。再来的话，为了避免你的推荐人真的太忙了，直接把你传给他的草稿直接上传，所以你在帮推荐人拟稿的时候，你的档名可能要不一样，字体、行距、篇幅、推荐信开头、署名方式，甚至是档名、惯用语都注意一下，应该要尽量不一样。这么做是为了要避免你的推荐人他真的就是原封不动把你的草稿直接上传了。有时候如果你在你的读书计划已经把一个经验讲得蛮多的，那可能你的推荐人在讲到一样的经验的时候，他可能表示对你这个经验的结果是肯定的。如果是相反情况，你在你的读书计划可能因为篇幅有限，你只能短暂几个字提到这个经验的时候，你反而可以透过推荐信让你的推荐人在他的推荐信当中去讲完整的这一个经验，去补足你在读书计划里面讲的不够的这个缺憾。不管推荐人讲了什么样的例子，什么样的特质或能力，都最好是要跟这个科系所要的学生能力特质是有相关的。如果你原本在做行销的工作，然后你要申请 BA， 而你的推荐如果被要求要去陈述你团队合作的经验的时候，你与你推荐人的公司经验当中有2个团队合作的经验，一个是你在某一个行销展场活动的时候，你如何去 coordinate 这整个一切的物流、人力还有资源。另一个举例来说，可能是公司正准备 launch 一个新的行销研究系统，你是负责这个系统 launch 的一个推行人，你必须去跟不同的团队合作。2个例子都可以展现团队合作，第2个例子会是比较好的，因为你今天是要申请 BA Business Analytics， 那行销研究呢，它里面可能会有 Big Data 的概念，这是比较有关联性的。那假使你今天是要去读广告研究所或者是 PR 公关的研究所，可能用第1个例子去展现你的团队合作经验是比较恰当的。有些学校会问确切的问题，并要求推荐人在推荐信当中去包含这些题目。我列了以下几个是很多学校通常会概括到的题目，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即便你要申请的学校，它在它的系网页或者是推荐人要提交推荐信的系统里面根本就没有要求这些题目，你用这些题目去草拟推荐信作为一个架构也是非常好的。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履历范本，我会把几个贴在资讯栏下方。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呢，你要避免华而不实的美编，你可以参考这些履历范例，尽量去模仿。第2点，你要注意一下学校的规定，有的有页数限制，有的有规定不能揭露某一些个人资讯。那去年因为疫情，哈佛为了公平起见，他为了去照顾那些因为疫情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考到 GRE 的申请者们，他在他的系网页就很明确的规定，你不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即便是履历表，即便是补充资料，都不可以去揭露你 GRE 考几分。我们都知道商业的求职履历呢，最好别超过1页，但是学校申请的履历呢，通常可以放2页。第3点呢，是你整个履历当中所用到的动词最好都不要重复，比如说 lead 领导带领，你可以换成 manage own conduct。coordinate， 意思上其实有一些些微的差距，那也会因为你在你的不同经验当中想要强调什么样的特质跟能力而用不同的动词。动词的替换词我也会把一个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参考一下。第4点，你在读书计划或者是推荐人在推荐信中所提到的经验或者是成果，在履历上都有被 cover。第5个呢是去无存菁，删去不必要的或者是会让人误会的经验。经典的履历呢应该就像是这样子，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替代词组，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是我个人会比较偏好就是有分隔线的，看起来会比较不那么乱，帮助阅听人快速知道说哪一个区块是在讲什么。我也会把这个 PDF 档放在资讯栏里面。其他材料，有些学校会要求其他材料，像是自我介绍、读书动机的影片，或者是纯粹测你英文的影片、作品集，或者是有别于 SOP 的 personal statement， 可能侧重的点不一样，或者是你以前做过的研究或者是期刊的摘要。上集呢我们提到说可以用 Excel 去整理你要申请的学校的一些 requirement 或者是 deadline， 请注意一下这些有特别要求的其他材料其实都是加分的项目，像是 Stanford 他们就有开放上传 supplement， 你想要补充什么就补充什么，这个非常加分。我当时候就想了一个我想的一个社会企业的 business model， 因为我在我的读书计划里面有提到创业，像是 MIT 的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他们就有要求要提供一个2分钟的影片。 Business planning intern at Texas Instruments. I was in charge for the project that aims to alert to
our worldwide planners if there's any risk for on-time delivery. And I found it was so fun to deal with supply chain analytics. 透过这个 Excel， 你也可以去整理一下一些重复性的一些资讯，所以你透过这样子整理起来，你可以方便你复制贴上。比如说你得过什么奖，或者是你发表过什么期刊论文，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做助教的经验啊，或者工作经验、做研究的经验等等的。之前在面试心法的那支影片有提到说，朋友建议我提供1对1的咨询服务，如果未来有这个服务的话，你也一定会第一个收到 email 通知的。原本在做这支影片的时候是想要拿我的读书计划跟履历来讲解的，但是因为读书计划跟履历比较私人一点点，如果有需要的话，在未来有这种咨询服务的时候，我也会拿我的读书计划跟履历作为例子，带你走过一遍我所讲到的概念，你或许会比较容易懂我在说什么了。最后，我想要感谢成全我梦想的师长跟朋友们，不管是帮我写推荐信的台大教授、雅虎的主管、苹果的主管，在我准备 GRE 或托福的时候给我各种资源跟鼓励的朋友们，没有你们，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读书。上集我提到送佛托福补习班给低收入户学生有学费减免的一个感人故事，这集我也要分享一个感人故事。我记得那时候在2、3月的时候知道了录取了 MIT， 有一次我跟朋友聊天，我就跟他提说，我录取了 MIT 耶，然后他就恭喜我，然后他就问我什么时候要去，我就说可能今年或明年，他就问为什么，我就说如果今年存不到钱的话，那就明年重新申请，或者是看看能不能递延到明年再去。然后他就说这样很可惜耶，你要多少我借你。我当时觉得应该还不需要，所以就先婉拒了他。但过了1、2个月之后，还是发现现金流軋不过来，最后还是回头找了这个朋友。在打借据草稿的时候，我用银行定存利率算利息给他，我把 Word 档传给他，他回传回来之后，我发现那行要利息的字被他拿掉了，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这位认识10几年的朋友。好啦，接下来就看我能不能邀请到我那位马来西亚同学，他 GRE 考了340分满分，来到我的频道去跟大家分享 GRE 怎么准备。到美国之后呢，我也可能有机会开始出外景啦，到时候再分享我的校园生活或者是 Vlog。如果对这类主题有兴趣的话，请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在下方留言。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